宋雀，你这是……咱还是觉得犯不着呀。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咱倒是也明白。但既然有咱带路，何必非得翻这些旧账呢？对吧？那能请你介绍一下，接下来我们要去见的几位树都有哪些难以预想的能力吗？比如有没有哪位养了一只猫，必要的时候也能变身的那种？哼，还好多尼格尔这会儿不在，不然看到你的耳朵，他反驳你的时候会更有力吧？这个嘛，哎呀，教别人的底儿这种事，可有点不讲道义啊。可在此之前，你似乎也没少教别人的底吧？除了他自己的，看他的样子，显然是不想让我们看到过去的他吧。可是，从一些复现的数据中，我们不是已经看到松雀……得，好汉不提当年勇。可话说回来，师父留下的这东西究竟能看到什么时候，不是也由不得咱们吗？进去倒是没关系，但咱得约法三章。万一真遇上不能看的，只要咱出声，几位都得先把眼睛闭上。那岂不是要错过最精彩的？不，当然都听你的。好啦，趁着陈学姐现在还能帮我们看管多尼戈尔，我们这就进去。陈学姐之前是怎么说的来着？什么爱情是潜入，别人还是自己来着？如果是那样，我反倒要拒绝了。啊，得，还是跑不脱呀。来，把手给我吧。但愿是些还算得上好日子的时候吧。欢迎您来到记忆与时光之匣。接下来，请放松身心。如果要退出您的记忆，只要随时在心中默念“退出”。琥珀街，我们难道又……看来我们发现了另一个传送装置，真棒。可是，这好像不对吧？看上去它已经在数据研究所被应用了很长时间。如果拥有这种空间上的特殊性，那它会成为我们都无法轻易接触的危险品了吧？话也不能这么说。咱当初要是有这玩意儿帮手，不过松雀，虽然已经听你说过很多次了，你的师父也是一位树吧？听上去似乎做过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啊。这可说不好了。对他老人家出身的那个世家大族来说，恐怕他是个叛徒；对咱认识的某个大姐来说，恐怕他是场大灾。但真要说起大家伙儿的看法，倒是单纯的很，普普通通的神仙而已。这可一点都不普通吧？总之，和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不同，这恐怕是过去的琥珀街，对吧？不过在漫无目的进入其中的情况下，恐怕弄清我们究竟处于哪个时代，也要用上不少时间吧。嘿嘿，但是有我呀！咱们毕竟是跟着松雀进来的嘛，不管是什么时代，不总归都是他在场的时候。就算咱没在场也一样，可不是咱吓唬你。虽说也不是生在琥珀街，但要论起待在这儿的时日，恐怕可没人比得上咱。这是哪年哪月，也就是随便一打眼的事儿。知道您辈分高，那谁来带路？奇怪，时间看着也不是太晚啊。琥珀街也有过这么没人气的时候吗？
看来你对我们之前去过的琥珀街有什么误解。大家要跟上啊！恐怕我们不是来得太晚，而是太早了吧？瞧，这不就有一家正要开门？唉，没想到还是会走到倒闭关门这一步。没办法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走吧，店长。世道不太平成这样，人没事就算不错了。看来做生意也不怎么容易。不过世道不太平又是怎么回事？也许是指影子造成的那些灾厄吧。怪了，不应该啊。琥珀街是有不景气的时候，但那会儿咱应该还没住进来呀。总不会真那么巧吧？宋缺，先去那边走走吧，咱得找家熟悉的店瞧瞧。这不还是老样子吗？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！大家要跟上啊！这是茶楼，詹记茶楼，这也是琥珀街的老字号啦。哎，寻梦者会不会也听说过？等回去之后可以请你们喝上一壶，要是没能在欧夏也传下去，倒还怪可惜的。现在的情况也够我们喝一壶了。叔，可有日子没见了，今天还是老样子吗？怎么和外面传的完全是两回事啊？琥珀街看上去也没到那地步吧？叔，你这是出去了一趟刚回来，又听到什么小道消息了？是不是影子又吃人了？影子让人做了一场怪梦后就失踪了这种？哎呀，这种能上报纸的东西还能算是小道消息？但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儿啊，年年都有人淹死，但咱也不能为了这就也索性不活了吧？话是这么说，但安河城这么大，影子找上来的怎么偏偏总是这条街呢？为什么总是这条街？听上去像是那会儿，不对，寻梦者，我们该怎么出去？这里绝对待不得呀！宋雀，这是你的身体？咱们怕是要栽了。既然是那时候的琥珀街，他怎么可能不在呀？